Hello，大家好，我是小懒。印度最近又给我们提供了不少话题。就在前2天，9月25号，他们家的国防参谋长官不小啊，叫阿尼尔·乔汉，一位上将出来讲了一番话。这番话啊有意思了，听着像是总结经验教训，但是你仔细品品嘛，那个味儿又不太对。乔汉上将说啥呢？他翻老账了，翻到了1962年。他说啊，当年咱们跟他们打的那一架。哎呦，我们印度之所以输了，那是有原因的，不是我们打不过，是我们高抬贵手了。他说，当时我们印度政府啊，瞻前顾后，害怕把事儿闹大了，愣是没让我们强大的空军出手。他拍着胸脯说啊，要是当年的空军兄弟们上了，那结果可就不好说了。就算不能把中国军队给打回去，至少也能拖他们一阵子，不至于说那么难看。这话说的吧，好像挺有道理啊。当年是啥情况呢？陆地上呢，印度的军队确实是不行啊，后勤跟不上啊，兵呢找不到官，官呢也找不到兵，乱成一锅粥。但是他们的空军呢，那个时候啊可不赖，装备着不少从西方买来的好飞机，什么英制猎人战斗机、法制神秘战斗机，从纸面上看啊，比咱们当时的歼5、歼6啊要先进一点。结果呢，这么一张好牌，愣是被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给死死的按在了手里。藏着掖着，就是不打出去。这就像是你跟人打牌哦，手里面攥着4个2带俩王，堪称王炸呀。结果你愣是憋到最后，人家牌都出完了，你这把王炸还揣在兜里呢。最后输了，你还跟人家说，哎，不是我牌不好，是我怕这个王炸一出，把你给炸懵了，伤了和气。你说这逗不逗啊？结果就是咱们都知道的，咱们的解放军战士啊，打的印度是溃不成军。这场仗给印度人心里留下了疙瘩，那可真的是太深了。直到今天60多年都过去了。1962这个数字啊，还是好多印度人心里面的一根刺，一碰就疼。它不光是一场军事上的失败，更是把印度的国家自信心给打没了，让整个南亚的格局都变了样。尼赫鲁政府啊，因为这个差点就垮了台，整个印度社会啊都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我们管这个叫1962心结。那老账翻完了，乔汉上将话锋一转，开始说今天了。他说，但是我们现在不一样了，我们已经走出了当年那个阴影。他举了个例子啊，说今年的辛多尔行动，我们印度啊就没怂，果断出动了空军，而且规模还老大不小呢。这说明啥呀？说明我们政府已经迈过了心里面那道坎儿了，敢亮剑了。听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印度终于要雄起来，终于要一雪前耻了？哎，别急哦，尴尬的地方就来了。这位上将吹得震天响的辛多尔行动，结果怎么样呢？咱们得说到这个所谓的行动啊，背景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一些摩擦。印度说有恐怖分子从巴基斯坦那边过来搞事情，我们得报复。于是乎呢，莫迪政府大手一挥，空军上，飞机是飞出去了，规模也确实不小，看着挺唬人的。但是呢，最关键的问题来了，跟1962年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当年是尼赫鲁不让空军上，现在是莫迪政府虽然让空军上了，但是给他们下了一道紧箍咒。什么紧箍咒呢？据说啊，莫迪政府给飞行员下了死命令，你们可以飞过去啊，可以去炸那些所谓的恐怖分子营地，但是绝对不准碰巴基斯坦的军事设施，机场不能炸，雷达站不能碰，兵营更是不许动。我的天呐，我听到这儿都替印度空军的飞行员们憋屈啊！这是去打仗啊，还是去武装游行啊？你这飞机都飞到人家领空里了，已经把脸给撕破了，结果你跟自己人说，哎，打2下意思意思就行了啊，千万别打疼了，打疼了人家会还手的，咱们可担待不起。这叫什么呀？这就叫有限战争。说白了就是想找回点面子，又怕这个事儿闹大了自己收不了场。你想啊，你都派飞机去炸人家了，这已经属于战争行为了，结果呢，你还给自己画个圈儿，这不打那不打的，这不是明摆着告诉对方，兄弟，我就是来比划2下，你可千万别当真啊！我不会动真格的，这不就是给对手发信号弹吗？告诉巴基斯坦啊，放心，我不会把事儿闹大。这种心态其实说穿啊，就是色厉内荏，心里发虚啊。不打吧，国内的民粹情绪压不住，面子挂不住；那真打吧，又怕打不过，怕引发一场自己控制不了的全面战争。所以你看，60多年过去了，从这个尼赫鲁到莫迪，印度在面对战争决策的时候，那种骨子里的犹豫摇摆一点都没变啊！本想通过这个辛多尔行动秀一把肌肉，展示下自己强硬的新形象，结果呢成了什么？
成了有贼心没贼胆，敢动手却没胆量打到底。决策层的这种心态问题啊，又一次彻彻底底的暴露在了全世界面前。咱们再来看看这2次如出一辙的决策失误都造成什么后果。1962年那次呢，后果是灾难性的啊！中国在战场上速战速决，打赢了之后还主动后撤，释放了战俘，归还了武器。这下呢，高下立判，印度不仅是输了战争，更是输了国运，整个军队的信息被打垮了，政治上的威信也是一落千丈。尼赫鲁这位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一夜之间成了战略无能的代名词。印度社会从此陷入了长期的防务焦虑。怎么治这个焦虑呢？就一个字儿：买。疯狂的买武器，扩充军队，想着有朝一日能报仇雪恨。但是问题是，这心里的病光靠吃药是治不好的呀。那个心理上的缺口到现在都没补上。那今年的新杜尔行动呢，虽然没有搞成全面战争，但结果同样丢人啊！你派飞机过去，还设了那么多限制，结果呢，巴基斯坦空军可不跟你客气，人家直接升空拦截，双方真刀真枪的干了一架。结果怎么样？印度的一架米格21战斗机被当场击落，飞行员阿比南丹被生擒活捉。人家巴基斯坦还把飞行员喝茶的视频发到了网上，这脸打的真的叫一个噼里啪啦响啊！What is your name? Wing Commander Abhinandan. Okay. I hope you have been treated well over here with us. Yes, I have, and I would like to put this on record. And I will not change my statement if I go back to my country also. The officers of the Pakistani army have looked after me very well. They are thorough gentlemen, starting from the captain who rescued me from the mob and from his soldiers, and thereafter the officers into the unit which I was taken to. Okay. This is what I would expect my army to behave as, and I am very impressed by the Pakistani army. Okay, wonderful. So, Wing Commander, you hail from which place in India? Am I supposed to tell you this, Major? I'm sorry. I'm from down south. You're from down south? Yeah. Okay. And are you married? Yes, I am. You're married? Yes. Okay. I hope you like the tea. The tea is fantastic. Thank you. 那事后呢，印度还在那儿给自己洗白，说我们摧毁了多少恐怖分子营地，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次乔汉上将出来讲话，强调我们敢打敢拼，其实还是在干嘛呀？还是在试图证明我们赢了，我们真的赢了。但是问题是，这种事啊，不是你嘴上说说就行的呀，国际上谁信啊？你飞机被人家打下来了，飞行员被人家抓了，最后还得乖乖的把人给要回来，这叫赢了。所以说呀，这场所谓的新杜尔行动，非但没有洗刷60多年前的耻辱，反而成了印度新的噩梦，一个需要用无数个新的谎言去掩盖的失败。朋友们，说到这儿，咱们就得往深里面挖一挖了。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印度在战略决策上还是这么拉垮？表面上看，1962年是尼赫鲁怕战争升级，直接按住了空军。那2025年是莫迪政府怕爆发大规模冲突，限制了打击目标。这俩事儿呢，看着不一样，但是根子是一样的呀。根子在哪儿啊？就在于印度一直以来啊，都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嘛，他想当有声有色的大国，想在南亚当老大，想在国际上说了算，所以他总得时不时的秀一下肌肉，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这样才能满足国内民众的虚荣心，也能应付政治上的压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又特别害怕冲突真的升级，害怕局面失控。为啥害怕？因为他心里没底啊。这种矛盾心态让印度在战场上总是畏首畏尾，束手束脚，最后的结果就是两头都站不着，想强硬吧又不够彻底，想控制吧又控制不住，最后反而把自己搞得里外不是人。这背后反映出的是印度缺乏一个系统长期的国家战略规划，它的很多军事行动都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更像是为了应对眼前的政治压力而做出的应激反应。就像这次的新杜尔行动，起因不就是国内发生了恐怖袭击，民情汹涌，政府压力山大吗？于是呢，就想着搞一次有限的空袭，既能安抚国内舆论，秀一下肌肉，又想着最好别惹毛巴基斯坦，别让他们有太激烈的反应。结果呢，算法是打得挺好，可是人家巴基斯坦没按你的剧本演呀，你都打
打上门了，我还跟你客气，直接派飞机跟你干呀！这一下就把印度给打了个措手不及，彻底暴露他投机取巧、缺乏长远战略眼光和胆小怕事的本质。当然了，咱们说了这么多，其实都还只是表面现象，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在哪儿？其实说白了就2个字儿：实力。印度自身的实力跟他吹嘘的那个大国梦不匹配，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自己心里面也清楚这一点，他知道自己不一定能打赢，甚至很可能会打输，所以他才那么害怕那么投鼠忌器。回看1962年，为啥不敢用空军？真的是怕战争升级吗？根本原因是尼赫鲁政府心里面清楚，一旦战争全面升级，把空军、海军都卷进来，跟中国进行一场国力的大消耗，印度根本就打不过。他们的工业基础、后勤保障、国家动员能力跟当时的中国完全都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不用空军看似是战略克制，实则是战略心虚。再看辛多尔行动为啥要给打击目标设置那么多限制？真的是为了所谓的有限战争吗？根本原因还是害怕一旦跟巴基斯坦全面开打，自己占不到便宜那这么多年来，印度在买武器上花钱那叫一个大方，今天买法国的阵风，明天买美国的阿帕奇，后天又跟俄罗斯搞合作，号称万国牌军队。但是光鲜的外表掩盖不了内在的虚弱它的工业体系极其不完整连子弹、炮弹这种最基本的东西都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军队的训练水平参差不齐，官兵的素质也是个大问题，整个后勤和武器供应链都是严重依赖进口，一旦开战，人家把这个脖子一砍，你就得歇菜那这些要命的问题，印度决策层能不知道吗？他们心里面门儿清所以这就造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非常滑稽的局面。在政治上，在媒体上，印度是喊的口号比谁都响，摆出的姿态比谁都硬，仿佛明天就要称霸世界了。但是呢，一旦到了需要动真刀真枪见分晓的时候，他就立刻往后缩，生怕把这个事儿闹大，自己下不来台。这种心态呢，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承认我没那个本事，我打不赢你，所以呢，我不敢放开手脚跟你打。所谓的有限战争，说到底不过是有限的勇气和有限的实力罢了。所以朋友们，从1962年到今天，从尼赫鲁到莫迪，印度这个国家就像一个外表看着挺壮的，但是其实底子很虚的人。他总想跟人掰掰手腕，证明自己很强，但是每次一使劲就怕自己一口气上不来，也怕把对方给惹急了真揍他。乔汉上将这次讲话本想着给印度的历史和现在涂脂抹粉，想证明印度已经今非昔比了。但是我们这些旁观者听着他说的每一个字儿，反而都像是在重复那个老故事，一个关于心比天高力比纸薄的故事。这个故事印度已经讲了60多年了，看起来呢，只要它的根本问题一天不解决这个故事还得继续讲下去。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